大家好，我是苹果妹。在上周呢，苹果发布了 iOS 16 Beta 3，那一样呢，到现在都还是测试版哦。正式版呢，要等到9月 iPhone 正式发售的时候才会同步开放更新。但是今天呢，我们抢先来看看 iOS 16到目前为止做了哪一些更新。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来讲的功能呢，是现在的 iOS 16新增了一个模式，叫做封闭模式，它的英文是 Lockdown Mode。那这个模式呢，它其实是 iPhone 的一个安全防护模式哦，主要是避免遭受到间谍软体或是网络攻击等等的。不过这个模式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掌握机密资料的重要人士所设计的，例如说政府官员企业的高层国际记者或者是地方有利人士等等的公众人物，他们的手机里面可能有一些非常机密的文件，可能会遭受到恶意软体针对性的攻击。那这个时候呢，打开这个封闭模式，它的讯息Safari 等等的部分功能就会被停用，就是避免被一些不肖人士窃取资料。不过呢，正在看影片的你跟我应该是用不太到的还是告诉大家这个选项在哪里，就是在设定下面的隐私权这边点进去，然后滑到最下面，你就会看到这个封闭模式咯。感觉好像只有在电影情节里面会用到这种模式。好，那下一个我们要来讲的就是这次 iOS 16最大的亮点，也就是这个自定桌布的画面。那大家呢现在看到的这张桌布呢，其实是这次 iOS 16 Beta 3才出现的一张桌布哦。那你可能会觉得它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其实它是有着特别意义的哦。这张桌布呢是在2007年贾伯斯发表第一代 iPhone 的时候用来展示解锁画面的背景。那 iPhone 至今呢也已经发表15年了，也就代表说这张桌布呢有可能是在庆祝15周年哦。那想要使用这张桌布呢，就是我们进到新增桌布的画面，然后在 Collection 这边呢滑到最后面，就会看到这小丑鱼。那如果你还没有下载 iOS 16，但是你也想要有这张桌布的话，也没有问题。现在网络上呢有非常多资源都有提供这张小丑鱼的桌布，还有要注意一下，你刚更新完 Beta 3可能不会马上看到这张小丑鱼桌布，你可能要稍微等一下，它就会出现在你的界面上面了。那除了新增小丑鱼桌布之外呢，这一次呢在字型的部分也多出了2个选项哦，就是这2个。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变动，就是现在使用这个地球的桌布呢，它不会遮挡到你的小工具了，就是前2版它会稍微遮到这样。还有就是在锁定画面这个小工具的部分，现在可以显示它们充电的状态，就是现在充到几%这样子。不过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锁着的时候不会显示它百分比充到多少。再来下一个我们要讲到就是 iOS 16 Beta 它的前2版有一个非常怪的现象，就是在主画面它 App 的名称呢 always 都是白字，然后有一个黑色的阴影。那在使用浅色背景的时候就会特别的不美观。那主要可能是它在判断背景颜色的时候有问题。那在这一版 Beta 3呢就修正了这个小错误。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你在系统更新的时候，里面不是有一个自动更新的选项吗？那之前是只有这2个选项，就是它可以帮助你自动安装你的 iOS。那现在呢多出了这个第3个选项它的名称叫做安装安全回应与系统档案，非常的难念。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你可以不用安装最新版的 iOS， 也可以直接下载安全性更新。就是有些人可能会顾虑说太新的 iOS 有一些 App 可能会有问题或者是让手机太耗电，但是又不想要牺牲安全性的话，你就可以把这个选项打开，算是一个蛮贴心的选项。主要就是不要让旧的机型变成安全漏洞这样。好，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的呢，就是现在呢，你的音乐播放器的位置跟它展示的方式变得非常的不一样哦。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音乐的画面变得非常大一个，就是中间有一个大大的专辑封面，然后下面呢就有这个我们平常使用的音乐播放器。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呢，就是现在你锁定画面的背景呢，会随着这个封面专辑的配色变得不一样哦。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它的背景呢，就是已经变成周杰伦专辑的模糊版这样。我今天呢换一张封面专辑呢，它的背景会整个变得不一样。就像我现在在听这个红色封面专辑嘛，那它的背景就会变得有点红红的这样。那这个改变呢，基本上你用任何东西播音乐都会变成这样子的界面，像是 Apple Music、Spotify、YouTube Music， 甚至 Podcast， 你在播放的时候锁定画面都是这个界面哦。那下一个呢，我们要讲到就是你在锁定画面有可能会摆上你的行事历小工具，就是看到你下一个行程是什么。那现在呢，在iOS 16的 Beta 3呢，你的行程会变成一个马
马赛克，就是现在大家看到呢，它是不会显示你的行程的，就是不会让陌生人看到你的行程，除非你解锁。例如说我们解锁之后呢，它就会出现我接下来的行程。那这个功能呢，就是对于隐私保障更上一层楼这样子。好，那下一个我们要讲到呢，就是 iOS 16它其实有一个功能，就是 iCloud 可以共享相簿哦。就是现在呢，你可以透过 iCloud 跟你的家人朋友一起共同编辑或者分享照片、影片。例如说你们出去玩啊，结束之后呢，就可以开一个 iCloud 相簿，大家把照片都丢进去。不过注意呢，这个部分是会占你的 iCloud 空间的哦。就是大家知道，如果你没有付费订阅 iCloud 的话呢，你的基本储存空间就是5GB。不过这样子其实应该也是够用，就是你平常出去玩，然后大家分享完之后，你就直接把你要的照片、影片下载下来，然后关闭这个相簿呢，这个空间就又释放出来了。这样子。那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更新。那有些人呢可能会问说，建不建议安装 iOS 16呢？我的答案是非常不推荐，尤其是装在你的主力机上面，可能会非常的不稳定，有一些 App 可能会不能用啊，或是耗电非常严重等等的。除非你今天有备用机，我才会建议你下载玩玩看。那接下来呢，我们频道也会持续的追踪iOS 16的更新，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还有，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记得帮我按个赞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是苹果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